我出生的第一刻是被媽媽用鹿角狠狠頂開。北極圈的4月，暴風雪像刀子一樣刮着，我剛從媽媽溫暖的子宮裡滑出來，就摔在了零下40度的雪地上。刺骨的寒冷瞬間包裹了我，我本能地朝那熟悉的褐色身躯挪去，想鑽進它腹下取暖。可迎接我的不是溫柔的舔舐，而是坚硬鹿角的狠狠一推。我懵了，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么。我又掙扎着靠近，媽媽卻再次将我頂翻在雪窩裡。她看着我，那雙曾經充滿期待的眼睛裡，現在只剩下冰冷的決絕。然後她轉身就走，高大的背影毫無留戀地消失在漫天風雪中。我叫艾洛，是一頭驯鹿，但在這個本該被呵護的出生時刻，我成了媽媽急於擺脫的累赘。我的出生是一場要命的意外。我們馴鹿家族有一個延續了1000年的傳統，每年都要進行一場長達2400公里的大遷徙，從北极圈的寒冬奔向南方沿海的夏日牧场。媽媽們都会忍着，等到達那片食物丰足、气候溫和的牧场，再平安生下宝宝。可我沒忍住，遷徙才剛開始，我就在媽媽肚子裡拳打腳踢，急着要看這個世界。劇烈的胎動讓媽媽明白，她等不到目的地了，停下來生產就是脫離大部隊，就是自尋死路。分娩的血腥味會像警報一樣傳遍雪原，引來狼群、金雕、狼獾，整個族群都可能因此陷入危險。媽媽望着前方浩浩蕩蕩的隊伍，最終猛地剎住腳步。她最後看了一眼同伴們，然後毅然轉身，獨自走向密林深處。她在其膝深的積雪裡艱難跋涉，拼命想為我找一塊乾燥的產房。終於在一處大樹根下，她找到了一小片裸露的苔蘚地，這就是她能為早到的我爭取到的全部溫暖。我出生了，虛弱的連一聲像樣的啼叫都發不出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根本站不起來。北极的生存法則殘酷而簡單，小驯鹿出生後5分鐘內必須站起來，幾小時內必須學會奔跑，不會跑的就是累赘，就是屍體。媽媽焦急地在我面前一遍遍跪下、起身，示範着站立的動作。可我渾身濕漉漉的，冷得直哆嗦，腿軟得像麵條，一次次嘗試，一次次摔倒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每一秒都是死亡逼近的腳步聲。媽媽眼裡的光漸漸熄滅了，她最後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複雜極了，有痛苦，有無奈，還有一種我那時不懂的決斷。然後她走上前，用鹿角將我推開，1次、2次，直到我再也爬不到她身邊。這一次她沒有回頭，風雪吞沒了她的身影，也吞沒了我微弱的呼喚。世界忽然安靜的可怕，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和樹梢積雪墜落的聲音。然而這寂靜很快被打破了，一聲尖利的鳴叫撕裂天空。我抬頭看見一個巨大的陰影正俯衝下來，是一隻一展2米的金雕。它銳利的眼睛鎖定了我，在它看來，我不是什麼可憐的生命，只是雪地裡一團冒着熱氣的鮮嫩肉塊。我閉上眼，等待利爪刺穿身體的劇痛。然而就在最後一刻，一道褐色的閃電撞開了那道陰影。是媽媽，她竟然回来了。她像風一樣從雪坡上衝下來，用身體死死護住我，朝着天空的金雕發出威脅的吼叫。金雕盘旋了2圈，悻悻地飛走了。危險過去，媽媽沒有立刻走開，她轉過身，低下頭，開始用粗糙溫暖的舌頭急切地舔去我身上已經結冰的胎液。她的動作很輕，好像在為她剛才的離開道歉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剛才的推開是生存的本能，現在的回來是母愛的賭注。她在用性命賭我能活下来。喝到第一口溫熱的乳汁時，我感覺自己終於被這個世界接納了。那一晚，我依偎在媽媽身邊，熬過了生命中第一個寒夜。第二天，奇蹟發生，在溫暖的鼓勵和生存的逼迫下，我的腿竟然有了力氣，我顫巍巍地站了起來。媽媽眼裡重新燃起了希望，但希望也意味着更艱難的道路。我們必須追上遠在300公里外的族群，而留給我們的時間只有3天。我開始了人生第一場馬拉松。積雪深厚，我跌跌撞撞，摔了無數個跟頭。媽媽從不扶我，只是在我每次摔倒後停下來舔舔我的額頭，然後繼續前進。
我知道他在用這種方式告訴我，路只能自己走。很快，一條冰河攔住了去路，河水湍急冰冷。對媽媽來說，那是一躍而過的小溝；對我這只出生才3天的小不點來說，那就是天堑。我嚇得直往後縮。媽媽沒有逼我，她只是默默轉身，重新跳回河裡，慢慢走到对岸，然後回頭靜靜地看着我。她的眼神在說，有些河只能自己跨，寒冷會讓你發抖，但停在原地只會凍死。我鼓起這輩子最大的勇氣，沿着河岸找到一處水流較緩的地方，閉眼踏了進去。河水瞬間淹到我的胸口，刺骨的冷讓我幾乎窒息。我拼命滑动四肢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，到媽媽身邊去。當我濕漉漉地爬上岸，撲進媽媽懷裡時，我覺得自己不一樣了。那個在雪地裡等死的小可憐消失了，活下來的是一頭真正的馴鹿。接下來的2天，我們日夜兼程，循着風中若隐若現的族群气味和雪地上密密麻麻的腳印追趕。飢餓、疲憊、恐懼不斷襲擊我，但我不敢停下。第3天黃昏，當我們翻過最後一座雪山時，一片移動的褐色山脈出現在地平線上，是我們的族群。所有的驯鹿都停下了脚步，成百上千雙眼睛齊刷刷地看向我們，目光裡充滿了不可思議的震驚。在这片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极寒之地，一只早產的母鹿帶着一只早產的幼崽，穿越風雪，躲過天敵，跨越冰河，竟然活着追上了隊伍。這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的奇蹟。媽媽昂着頭，帶着我平靜地走進鹿群。我們像2滴水，終於匯入了大海。在夏日牧場，我吃到了肥美的苔蘚，結識了許多同齡的夥伴，也見識了森林裡狡詐的北極狐、憨態可掬的小熊，還有總想吃掉我們的狼和狼獾。我學會了分辨危險，學會了在狼群追擊時選擇正確的逃跑路線，甚至在一次迷途中靠着機智躲開了北極幽靈狼獾的伏擊。時間飛快，拉普蘭的秋天來了的又走，初雪再次落下。我的皮毛從淺棕變得深褐，頭頂也開始冒出堅硬的鹿角嫩芽。我已經能跟上族群最矯健的步伐，甚至開始像媽媽當年一樣，在隊伍邊緣警惕地巡視。今天是我的周歲生日，也是我成年離家的日子。晨曦再次灑滿雪原，噴薄的光芒就像我初次睜眼時看到的那樣。媽媽站在鹿群邊緣，靜靜地望着我，沒有舔舐，沒有推搡，只是平靜地注視。我走上前，用額頭輕輕碰了碰她的臉頰，然後我轉過身，朝着鹿群前進的相反方向邁開了腳步。身後是庇護我長大的族群和媽媽，前方是廣闊無垠、危機四伏也壯麗無比的冰雪荒原。我終於徹底明白了媽媽在我出生那一刻的殘忍，那不是拋棄，而是她用鹿角給予我的最沉重的恩情。她推開我，是剔除了我骨子裡的依賴；她逼迫我，是教會我獨自面對這個殘酷世界的勇氣。這世間的愛並不總是溫柔的懷抱，有時候愛是零下40度風雪中的一記猛推，是逼着你獨自站立的狠心，是看着你顫抖着踏入冰河卻不出手的沉默。因為最深遠的愛是讓你無需依靠這份愛也能活下去。我叫艾洛，我在風雪中受洗，於鹿角下重